和清冷之舟联姻后，他忙于公务，不肯碰我，我只得从行脚商人那买了一瓶神药，全部下进他的红豆汤里。据说神药只要一滴就能让人把持不住，阎王爷喝了都得喊我宝贝儿。果然，服下之后，清冷的谢之舟化身恶狼，我一时从饿死到差点没撑死。没羞没臊数日后，行脚商人因贩卖假药被抓了。我狐疑地看向宽衣解带的知州大人，只见他肤白胜雪，眼角微红，媚眼如丝。见我不动，他歪歪头和我撒娇：“夫人，快来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握着那瓶神药，我心跳快得飞起。行脚商人的话犹在耳畔，这可是西域王室的秘药，服下之后啊，甭管是谁，哪怕是那9重天上的仙君，也得对姑娘您着迷。我不要劳什子仙君，我只要我的夫君谢清安。嫁给云州知州谢清安已然半年有余，这半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却足够让我从新婚的娇羞期盼挨到如今的孤枕难眠。初时他忙着走马上任，安抚地方，整顿吏治，我体谅他公务缠身，自然不敢催他。可眼看着他在云州已站稳脚跟，却依旧天天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哪怕难得早回，也是一头栽进书房，压根不出来。忙到如今，我们连圆房都没圆得成。虽说好吃好喝好玩的供着我，可就是得不到人。日子久了，我越发笃定，谢清安娶我不过是碍于我父亲于他的恩情。可我不管，谢清安那般神仙样貌，看得见吃不着，我实在是亏得慌。我岑婉云从小到大，除了谢清安，想要的都有了。有了神药相助，今晚就偏要和他做的真夫妻。定了定心神，我支开丫鬟，亲自给谢清安熬加料版的红豆汤。虽说这神药无色无味，可我做贼心虚，还是多加了不少冰糖。夜深了，我亲自端着那碗甜得发腻的红豆汤走进书房。谢清安正伏案批阅公文，听见脚步声，他头也不抬，淡淡道：“你先睡下吧，我还没看完。看不死你。”我咽下怒气，温柔地把红豆汤放在他手边：“喝碗甜汤暖暖身子吧。”谢清安微微蹙眉，但还是接过抿了一口。这一口，他的眉头顿时皱得更紧。今日这红豆汤，谢清安不喜甜，我怕他就此不喝，连忙打断：“是我熬的，看你最近辛苦，多加了点糖，你快喝吗？”因为心虚，我今日的声音放得又柔又软。谢清安闻言，看看红豆汤，又抬眼瞧我，眼神带上几分探究。这家伙从小便聪明，我被他的眼神看得背脊发毛，不喝算了，差点便要脱口而出。好在片刻后，他收回视线，终究是把红豆汤都喝进肚子里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坐到谢清安对面的矮凳上，撑着下巴盯他的反应。谢清安被我盯了许久，放下公文，叹了口气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我本就紧张，被他这么一问，脱口而出道：“你现在看我，是不是比平时更可爱？”谢清安捏着书册的手一紧，狭长的凤眼微微睁大了些。思量许久，他薄唇轻启：“尚可。”我立时欢呼出声：“好爷，买到真东西了！”虽说只是尚可2字，但从长大后的谢清安嘴里冒出来，已是开天辟地头一遭。见要有用，我顿时气势大增，夺走谢清安手中的书，吹灭蜡烛，我拉着他的手就往榻上去。我刚要去扒他衣服，他便伸手按住我：“你想要做什么？夜黑风高，孤男寡女，能做什么？”我嗔怪地瞪他一眼，直抒胸臆道：“做你。”谢清安身子一僵，按住我的手顿时收紧了：“不可，你还！怎么这人被下药了，还要拒绝我啊？”我顿生气恼，不想听他那些杂七杂八的理由，干脆低头封住他的唇。哇，嘴那么硬，亲起来那么软，这口感竟是好到不可思议。谢清安像是被人施了定身咒，任由我胡乱施为。我能感觉到他僵硬的身体和骤然紊乱的气息。我暗自窃喜，觉得神药总算后劲上来了，于是更大胆地趁他不注意，用舌尖撬开他的牙关，胡闹一通。谢清安喉间溢出一声极低的闷哼，
在我再一次笨拙地磕碰到他的牙齿时，他终于不再被动，一只大手猛地握住我的腰，只稍一用力，天旋地转间，我就被他调转了位置，变成了跨坐在他身上的姿势。紧接着，他一手按在我的背上，另一只手托着我的脖颈，攻城略地。我的三脚猫功夫不过是从避火图里学来的，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？很快就被谢清安亲得迷迷糊糊了。眼冒金星时，谢清安放开我，促狭道：“记得呼吸。”我这才想起来，许久没有呼吸过了。刚大大的吸了口气，谢清安的唇又附了上来，这回比刚刚更温柔，温柔到我整个人像是被泡在化骨水里，骨头都酥成渣了。谢清安的吻真的好舒服，一个吻都这般让人飘飘欲仙，那接下来岂不是要醉生梦死了吗？我万万没想到，嘴巴都要亲烂了，谢清安竟然把我往被子里一卷，让我睡觉。不是，天爷的，到底谁能睡得着？反正我睡不着。我不停在谢清安怀里孤勇，不甘心的想要去扒拉他的衣服，但谢清安人高马大的，稍一动作就让我动弹不得。我怒了，大声指责：“你明明也想要，都个到我了。”谢清安沉默片刻，忽然道：“那我问你，你今日为何要与我这般？”我理所当然，因为我们是夫妻，夫妻这样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只是因为夫妻吗？谢清安冷笑一声，声音重又变得冷淡：“我明日卯时还要去城东主持开黎仪式，事关春耕，耽误不得。”这句话立刻让我偃旗息鼓。好吧，我瘪嘴，想想又道：“那你明日早些回来。”黑暗中，我也瞧不见谢清安的表情，半晌才听他低声道：“好。”我这才满意。第二日，等我醒来时，谢清安果然已经走了。我躺在床上复盘，觉得昨日还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的，这可都是神药的功劳啊！从枕头下掏出小瓷瓶，我狠狠亲了一口。昨日只放了一点，效果都那么强劲，要是我再多放点，想想都脸红。盼望着，暮色四合，谢清安却迟迟未归。他打发人来报信，说是忙着查案子，今日要很晚，让我不必等他。冠冕堂皇的，可我觉得他就是怕了，一定是要笑过了后，他回想起昨夜发生的事，不好意思面对我。毕竟谢清安此人一直克己复礼，想起昨日场景，肯定自我唾弃。可我们是夫妻啊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果然还是要下得太少了。磨了磨牙，我决心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谁知这颜色竟是连这1月都没能给得出去。城中出了起贩卖私盐的案子，谢清安没日没夜查案，好几天都干脆睡在衙门，我压根抓不住他的人。等他终于查完案子，桃花都已经开得极盛了。谢清安裹着暮色回来，手中捻着几枝桃花，我接过来插进瓶子里，面上却还是做出不屑的样子。都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看来谢大人可不是君子。或许是大案得破，谢清安今日心情不错。我食言自然该罚，喜欢吗？躺在谢清安掌心的是一只极精巧的玉钗，我自然喜欢。让谢清安给我戴上后，又觉得自己未免太好哄，立刻又挑眉。我可没那么好打发，先把我熬的红豆汤喝了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谢清安眸光一晃，神色变得有些古怪。我怕他起疑心，赶紧耍赖：“你是不是嫌弃我的手艺？”谢清安机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端过汤碗，一饮而尽，红唇被水渍浸润得亮晶晶的。他抬眸看向我：“喝了，满意了？”我点头如捣蒜：“满意。”谢清安又是叹了口气，唇角漾起些无奈的笑意。但等我细看，他却又恢复了平日里那张死人脸。皱皱鼻子，我暗暗吐槽：小时候不是很可爱吗？怎么长大了这么讨人厌？吐槽归吐槽，正事不能忘。筹谋多日，这回我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，不但准备了加料红豆汤，还准备了不少玩意儿。恐吓谢清安今日都得听我的，得到他首肯，第一件事便是拿出丝带给他的手腕绑了个彻底。哼，看他这回还怎么逃。谢清安斜靠在榻上，似笑非笑看着我。我被他眼神看得不自在，又用绸带把他眼睛也敷住了。
没了讨人厌的眼神，我顿时恶向胆边生，扒谢清安衣服的动作都利索了许多。层层叠叠的衣服堆积在他的腰间，刚沐浴完的清雅香气扑面而来。我刚刚扒得专心，此时一抬眼，不由得看呆了。谢清安本就容色极盛，此时裸着上半身，肤色冷白，便衬得发色更为墨黑，以及红得更红。这般美人，手和眼睛都被缚住，怎么看都像是等着人来采撷。没出息地咽了咽口水，我爬到他身上，朝着他喉结吻了上去。谢清安立刻想要挣扎，我赶忙跨坐上去，压了个实在。你不是老说君子重诺吗？刚刚还答应今日都随我的。谢清安闷哼一声，顿了顿方才道：好，都随你。总算拿捏他一回，我仗着他动弹不得，好一顿胡作非为。除了难耐时，谢清安会稍稍正动，其余时候竟真随我动作。这谁忍得住啊？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干脆把他扒了个精光。扒完后，我傻眼了。避火图确实是研究过了，步骤也早已熟记于心，看起来谢清安上下都同意。可我比了比，暗暗啧舌，这和受刑有什么区别？怎么啦？偏偏见我半天不动作，谢清安低声道：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怕了吧？岑婉云，人可不能丢脸成这样。给自己壮了壮胆，我恶狠狠道：我有我自己的节奏，别吵。谢清安轻笑一声，不说话了。但我总觉得他在嘲笑我。好，让你嘲笑我。我鼓了鼓腮帮，打算先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活动一下手指，我开始一边点颜色一边背诗：轻拢慢捻抹复挑，初为泥长后六幺。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。这么一番嘈嘈切切下来，谢清安好整以暇的表情终于变了，雪白的皮肤爬上绯红之色，嗓音都变了调。不可！我得意洋洋地松开手，抬起下巴道：怕了吧？知道怕就好。行啦，今日的惩罚就到这里，本小姐大发慈悲地放过你。古人云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古人又云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撂下狠话，我支起身子就要溜之大吉，一只脚刚跨到床下，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丝帛断裂之声。不好！我警铃大作，下一刻腰间便缠上一只劲瘦有力的胳膊，轻而易举把我抓进滚烫的怀里，细密的吻一个接着一个落在我的颈侧，逐渐向下。谢清安平日里正经的声音，此时宛如恶鬼的低语：玩够了吗？玩够了，便轮到我了。太可怕了，像是要溺水，又像是在云端。可谢清安怎么都不肯给我个痛快，像是要把我刚刚的作弄10倍100倍还给我。理智悬于一线，我的指甲狠狠陷入谢清安的胳膊，放狠话：谢清安，给我！谢清安把玩着我的脚踝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不行，2个字把我仅存的理智击得粉碎，简直是悲从中来。刚刚还拼命忍住的泪水终于开了闸，不要钱似的往外淌。谢清安把我拢进怀里，好笑地拍着我的背：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，是个好哭鬼。我一口咬在他胸口，他也只是僵了下，便任由我撒火。松开嘴，我抽抽噎噎地控诉：你欺负人！谢清安好脾气地哄我：对，我欺负人，不是好东西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这私心都是黑的。我心是黑的，你还不肯和我圆房。说到这儿，谢清安正色了些，抬起我的下巴让我看他的眼睛。婉云，你要圆房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咬了咬唇，不懂他到底在纠结什么。夫妻圆房要什么原因？只因为我是你的夫君？那倘若和你成亲的是别人呢？我与他人有什么不同？一连串的质问问得我头昏脑胀，刚刚本就欲求不满，此时又被谢清安再一次拒绝，我一时怒火中烧，口不择言道：嫩多理由，你不过就是心里还想着崔雪晴。话一出口，我便知不好，因为谢清安的神色一寸寸地冷了下去。谢清安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他性子本来就冷，现在更是3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看他那样，我也动了真气。就算我说话不过脑子，可又不是红口白牙胡说一气。昔日在京中，旁人不知我与谢清安一起长大，难道还不知他和崔雪晴那两三事吗？他给崔雪晴遮过梅花，雕过玉像，写过情诗。如果不是崔雪晴后来入宫当了妃子，如今嫁给谢清安的指不定是谁呢？我与谢清安的婚事本就是父亲一力促成，父亲待谢清安如亲子，谢清安又是重情重义之人，难保他娶我，不过是为了报恩。试想，如果不是心中有真爱，哪个男人到了那般情景，还被我下了药，竟还能把持得住？行行行，你有白月光，你了不起，弄得像是天下男人都死绝了似的。磨了磨牙，我只恨自己当初光顾着玩，没弄他10个8个白月光出来，那还算是公平。这府里哪哪都是谢清安的味道，我是一刻都不想待，干脆上街溜达去。今儿倒是赶巧，有名的雄狮杂耍队来了云州，就在平安街，热闹得很。横竖没事，我也去凑热闹。好不容易钻到前排，就见是个俊俏少年正在耍火枪，动作熟稔，花样繁多，惹得阵阵叫好。我踮脚去瞧，却是看那少年越看越眼熟。等少年一个翻身落在我面前时，我讶然喊出声：麒麟！少年下意识看过来，与我对视上的一瞬间，猫似的眼睛蓦地睁大了。婉云姐姐！我绽开一个笑容，登时高兴起来。真的是你，好久不见。这少年名叫陆麒麟，没爹没娘，曾经是个乞儿。我遇见他时，他被人打得遍体鳞伤，瘦小的身躯像是被风一吹就折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是死死护着一块玉佩，眼睛很亮很亮。我救了他，把他带回府里，问了才知道，这块玉佩是他母亲留给他唯一的东西。即使再苦再饿，他都没把那块玉佩给当了。麒麟很勤快，在我家养好了身体后，脏活累活样样都抢着干。约莫过了2年，他来找我，说拜了个师傅，要和师傅去学本事。我派人打听了下，那师傅确实是有本事的，不是江湖骗子。虽然不舍，但还是准备好盘缠，让麒麟去了。这么一算，竟是已经5年没见了。等他们表演结束，我与他们班主说了声，欢欢喜喜带着麒麟回府，叫人准备了一大桌子他爱吃的甜点。看少年狼吞虎咽，我不由得感慨，一转眼就这么高了。麒麟喝了口茶，顺下芸豆糕，对我爽朗一笑：是呢，姐姐倒是没有变，还是那么漂亮。啧，就你小子嘴甜。麒麟摸摸后脑勺，看向我竖起的头发，歪头道：姐姐成亲了。啊！我下意识抚了下发髻，想起谢清安，神情有些不自在。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，我和谢清安成亲了。麒麟单手撑着下巴，猫眼里有些许探究。姐姐看着好像不太开心，谢清安对你不好吗？也不能说不好，但也不想和麒麟说这些。我甩甩头，笑道：没事，你在云州待多久？既然来了云州，我可得好好陪你逛一逛。麒麟甜甜一笑：好呀，那就麻烦姐姐啦。连着好几日，我带着麒麟把云州城好吃好玩的地方都逛了个遍。他精力旺盛，又会说话，总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，因谢清安而起的郁气都消散了不少。即使偶尔在府中碰见谢清安，我也只当没看见，目不斜视地走过去。谢清安目光很沉，但我才不管。今日正逢城隍庙会，麒麟他们班子也有表演，我占了最好的位置给他加油鼓劲，等他表演结束，便拉着他一道去逛庙会。姐姐，这个唐人捏得和你一样好看。姐姐，尝尝这个桂花糕。姐姐，麒麟今日拿了不少赏钱，一个劲儿地给我买东西。没多会儿，我手里就拿满了各种小玩意儿和吃食。正当麒麟要去买兔子灯时，街角忽然传来一阵骚动。一匹高头大马不知受了什么惊吓，挣脱了缰绳，嘶鸣着朝我这个方向冲来。我吓得腿都软了，眼看就要被撞上，身侧的麒麟眼疾手快，猛地将我往前一拽，我一头撞进一个坚实的怀抱，鼻尖萦绕着少年人独有的干净的皂角香气。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麒麟已经不是那个瘦弱的小乞儿了，他身量长开，胸膛宽阔，已然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我连忙从他怀里退出来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
气氛尴尬的不行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总觉得麒麟的目光在灯火掩映下掺杂了许多我看不懂的情绪。胸膛起伏了下，麒麟低声开口：“姐姐，我……”正当这时，身后忽然响起一道声音：“玩得开心吗，夫人？”我脊背一僵，猛地回头，谢清安就站在不远处，明明周遭人声鼎沸，他却冷得像是一抔雪。阿云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说罢，他又看向麒麟，微微颔首。这几日谢某公务繁忙，多谢陆小兄弟陪阿云散心，改日定请陆小兄弟过府一聚。谢清安语气很淡，听着并没有什么起伏，可莫名让人胆寒。麒麟蹙了下眉头，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，认真道：“谢大人恐怕误会了，刚刚有匹马受了惊，我也是怕姐姐受伤，不关姐姐的事。”谢清安摇头轻笑：“哪里的话，我与阿云感情甚笃，又怎会胡乱猜忌？好了，阿云，想来谢小兄弟今日也很累了，我们还是早些回去，好让谢小兄弟也好生休息。”即使谢清安表现得再怎么云淡风轻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此时已经在生气了。我们俩的事不该连累麒麟。我拽了下麒麟的袖子，示意他不必再说，抬步向谢清安走去。谢清安死死盯着麒麟袖子上被我拽过的那块地方，直到我走到他身边，他才收回目光。姐姐，麒麟在我身后轻念，语气落寞。我回眸一笑，好啦，回去吧。阿云，走了。谢清安揽住我的肩膀，似乎不想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带着我便朝知州府的方向离开。走出数十步远，我有些不放心，刚想回头，便听谢清安在我身旁淡淡道：“婉云，如果你回头，我会疯掉。”我这才意识到，伏在我肩膀上的那只手冷得吓人。一路都无话可谈，沉默着回了府。这些日子，谢清安总是在我睡着后才回来，我醒来时，他又早早离开了。此时乍乍共处一室，我竟有些不习惯。深吸口气，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想把该说的话说清楚。谢清安，今日的事只是个误会，我把麒麟当弟弟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谢清安脱下外袍，神色冷淡，可他未必这样想。我捏了捏眉心，叹气道：“先前我没察觉，现在既然发现了，我会和他保持距离的。和离前，我绝不会做不该做的事，这个你可以放心。”谢清安眸色一暗：“你想和离？”我烦躁地揉揉头发：“也不叫想，但现在这样挺没意思的，你明白吗？”谢清安逼近一步，微微俯身看着我：“怎样才算有意思？”我先前觉得谢清安这样好看，睡到他才不算亏，但冷战许久，我突然连这个执念都没了。想了想，我实话实说道：“回京城，先玩几年，等玩够了再招个赘婿。若没有合心意的，就这么玩一辈子也挺好。父亲向来宠我，把我嫁给谢清安也不过是看他可靠有前途，我又是个贪图美色的。现在就是我转头回去，想来父亲也不会说什么。招个赘婿？”谢清安唇角勾起一个嘲讽的笑意。也是，若太师大人的掌上明珠有意招赘婿，怕是整个京城的青年才俊都蜂拥而至吧。届时恐怕我谢某再难入你的眼。其实此言差矣，整个京城的青年才俊加起来，也难以与谢清安的风姿匹敌。但这块骨头太难啃，还动牙，若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也不想放弃的。也罢。谢清安叹了口气，走到榻边，从枕下摸索出一个小瓷瓶。还没等我阻拦，他已然把瓶中剩下的液体一饮而尽。丢开瓷瓶，他扯开发带，任凭一头青丝披散而下。烛火摇晃间，谢清安眸光潋滟，竟是散出几分妖气。喜欢有意思的，那我今日便与你玩个彻底。之前不过是些许神药，便让清冷的谢大人陷入情欲。此时谢清安喝下那么多，我不敢想象药效发作后会是怎样的情景。看着谢清安一步步逼近，我不可置信道：“你早就知道？那之前2碗汤。”骨节分明的大手抚上我的侧脸，紧接着便是谢清安微凉的唇：“你喜欢，便哄你高兴。”我胡乱推搡着他，有些语无伦次：“那万一我下的是毒呢？”谢清安咬住我的耳垂，低声轻笑：“那我也认了，
左右是一条命，阿云拿去便是。腿软得不像话，我再站不住，跌坐在榻上，依旧想不通。既然如此，又为什么要因为崔雪晴和我生气？穆志香从背后将我包裹，谢清安抽去我的腰带，层层剥下我的衣衫，与我肌肤相贴。他的体温不知何时已然升高，热气将原本清雅的香气烘得愈发馥郁。我想躲，却被他箍着腰又拖了回来。为什么要生气？一个吻落在我的小腹。因为阿云从来不懂我的心。湿润蜿蜒而下，仰头喘息了下，我断断续续道：可你年少时分明那样倾慕过他。谢清安抬起头，眸色深沉地看着我。你又怎知我倾慕的是他？你为他折眉，本想请他转交于你，你却说你最厌恶梅花。我那是以为那枝梅花是折给崔雪晴的，自然不喜。那你还为他雕玉像？我初学的手艺，雕天下女子都一个模样，为何偏是他？自然是因为崔雪晴含羞带怯地和我说的那首情诗。谢清安俯身而下，捏着我的下巴吻了下来。我蓦地明白过来，那首情诗从来没有落款。我与崔雪晴那时是朋友，即使心里难过，也不愿坏了朋友的姻缘，连带着对谢清安也保持距离，甚至敬而远之。箭在弦上，我挣扎着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：那你为何迟迟不与我圆房？谢清安拿起软枕垫在我腰后，淡淡道：因为我想要你明白，在你面前的不是所谓夫君，而是我谢清安。谢清安总仗着自己聪明，打些哑谜让人来猜，没等我猜透，却依旧没工夫去猜了。谢清安一个读书人，怎会如此？死去活来一遍，我哭哑了嗓子。没多会儿，他又精神起来，偏他还振振有词，声称药效未过，难受得厉害。我能怎么办？自己买的药，自己受着呗。这一夜，不知叫了多少回水，又来回折腾了多少次。我第一次如此渴望谢清安公务繁忙，可谢清安却轻咬着我的手指，云淡风轻道：明日询假。再说了，我许久没有休息，多放2天也是可以的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这是玩忽职守。我想要疯狂呐喊，但声音都被淹没在唇齿间。偏谢清安还是个记仇的，不停问我这般可有意思。若说有意思，谢清安便道：有意思便要多玩上一玩，若说没意思，则换个花样，折腾得更狠。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但非要说其中滋味，那可是貌冠京城的谢清安啊。这样谪仙式的人，多吃几遍，倒也是不嫌够的。干柴烈火，开了荤了，哪还有吃素的道理？总是前天夜里赌咒发誓，再不让他碰。可一瞧见谢清安下肢回府，那精瘦的腰，那修长笔直的腿，那红艳艳的唇，难免心痒痒，又回味起来。原来秀色真的可餐。谢清安也配合得很，自言要喝得猛了些，药效至今未解。直到麒麟送来口信说他要离开云州了，我才从没羞没臊的日子中忽然醒悟过来。竟都10天过去了，送别麒麟，谢清安硬要跟过来。他揽着我的腰，面上有礼有节，实则占有欲满的都快要漫出来。下次陆小兄弟再来云州，恐怕就能喝上我们孩儿的满月酒了。麒麟神色一暗，却仍笑着对我道喜：恭喜姐姐。我虽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孩儿，但也没有揭穿谢清安，只是对麒麟笑道：你可算是孩子的舅舅，等孩子大些，要你教他本事的。麒麟一怔，眼眶竟是慢慢红了。他转过身抹了抹眼睛，再转过来时，重新变成了开朗的模样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送孩子什么见面礼了。说罢又对谢清安郑重道：姐夫一定要照顾好姐姐。谢清安风度翩翩，那是自然。我腰上一紧，不由得暗自翻了个白眼。就装吧他。目送麒麟走出城门，我和谢清安这才慢慢往回走。还是觉得好笑，我揶揄地看着他。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喜了？谢清安八风不动。没关系，为夫今晚再努力努力。我一噎，羞恼地在他胳膊上掐了一把。笑闹间，不远处忽然走来一队官兵，押着一个穿着怪异的中年男子。我瞧着眼熟，定睛一看，不由得一惊。
这不是卖给我神药的行脚商人吗？拉着谢清安的袖子，我紧张问道：这人犯什么罪了？谢清安看了眼，淡淡道：卖假药，骗了不少钱财，但他善于乔装，今日才抓到。卖假药？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其实里面装的全是糖水。哦豁，原来那瓶子里装的全是糖水啊！那我们谢大人喝个糖水，怎么还喝得兽性大发了呢？揣着这么大一个秘密，我悠哉悠哉和谢清安回了府。关上房门，谢清安便自觉开始宽衣解带。我斜睨了眼，问道：干什么？谢清安理所当然道：君子重诺，既然答应了陆小兄弟来喝孩儿的满月酒，自然不能失信于人。夫人，快来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哇哦！我溜达过去，抬起谢清安的下巴。谢大人果然是光风霁月啊，不像我，还能做出给夫君下药这般事来。对了，那药服下是什么感觉来着？谢清安低头便要来吻我的掌心，被我躲开。他不满地抬眸看我，眼角眉梢满是风情。很热，浑身都热。看见你，便想搂在怀里，吃进肚子里，一刻也不等，只盼永不分离才好。这样啊，那个药喝下去甜不甜？谢清安咬着我的锁骨，声音低沉。甜，不过没有阿谀你。甜言蜜语没说完，难得糊涂的谢大人已经明白过来。他身子微微一僵，总是沉着的脸上露出些许茫然。那个行脚商人，我淡笑点头。很不巧，我也是被他骗的。谢清安蹙起眉头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看他吃瘪，我高兴的不行，围着他嘲笑。哎呀，我还当谢知州是服了药才情难自禁，没想到是本性如此啊！什么很热，什么药效还没过去，一个糖水后劲这么足呀！谢清安抿了抿唇，突然伸手把我抱了过去，将我困在怀里。他叼开我的衣襟，干脆承认道：我就是本性如此。滚烫的吻到处肆虐，他的声音含糊不清。太喜欢你，我都快疯了。你从来不知道，每夜你睡在我身边，我做的都是怎样的梦。我忍得这么辛苦，你还来笑我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黑的。最后一个吻落在我心脏的位置，不知何时，骤雨倾盆而下，打在荷塘中，泛起细密的涟漪。两尾锦鲤躲在荷叶下，交尾而游。在这场大雨中，做了残春最后的好梦。雨夜总会让人睡得格外的沉。恍然间，我依稀回到了少年时光。那时，谢清安的父亲获罪入狱，父亲不舍，将谢清安接来家里照顾。即使后来谢清安的父亲被赦，但感念我父亲的恩情，两家往来越发密切。我从小便是个喜好美色的，总对着谢清安流口水。父亲便笑着逗我：长大了给哥哥做媳妇儿好不好？做媳妇儿就能天天看到神仙哥哥吗？我自然满口答应。从那时起，我便以为我一定是会和谢清安成亲的。慢慢长大的谢清安性子冷了许多，但他对我依旧是好的，有好吃的好玩的，总是要记挂着我。知道我喜欢梅花，总会守着京城中开的第一枝，摘了送与我。可15岁那年，我没有收到那枝梅花，而那枝梅花被谢清安亲手交到了崔雪晴手里。我躲在一旁冷眼瞧着，一句话没有说，心却凉成一片。等到第二天，谢清安遇见我，无意间道：今年的梅花。我赶不及听完，急匆匆打断：我已经不喜欢梅花了。不知为了证明什么，我又强调道：我最讨厌梅花了。那时的谢清安是什么表情来着？他嘴唇抿得很紧，看起来好像很难过。我那时为什么没有发现呢？或许是少年人的自尊总是高于一切，似乎只要我讨厌梅花，就不需要在乎那枝梅花给了谁，就不需要承认我其实也是喜欢谢清安的。从那之后，我到处扬言自己喜好美色，定要寻遍天下美男子，越是在谢清安在的地方，说得越大声。谢清安一天比一天冷，我爹一天比一天愁，直到成功把我嫁出去，才松了口气。迷迷糊糊睡醒，不期然便对上谢清安的眼睛。他不知是醒得早还是没有睡，他弯了眉眼，露出一个温柔的笑意。我滚进谢清安怀里，喃喃问道：
当初那只梅花为什么要让崔雪晴交给我？玉相也罢，情诗也罢，只是崔雪晴一家之言，我未必会全信。可那只梅花却是我亲眼所见。谢清安轻柔地拍着我的背，机不可察地叹了口气。在谢清安的叙述中，我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。谢清安喜欢的小姑娘，一团孩子气，好像将情与爱说与他听，都太过俗气。谢清安没有喜欢过人，他没有章法，没有计谋，只有一颗真心。对他来说，他的小姑娘是天上月，千般万般呵护都是应该的。可幼时，人们把这样的感情叫做青梅竹马。随着他们一天天长大，人们的议论却慢慢变了味。谢清安在宴席上亲耳听到几个人小声议论：岑婉云都这么大了，男女大防，她也不知道避嫌。也不能这样说，难保人家终成眷属呢。要我说啊，除了嫁给谢清安，她也没得选了。和男人这般不清不楚，旁的男子哪能要她？指甲陷入掌心，谢清安仿佛被人狠狠打了一棍子。他自然知道这些人不过是嫉妒婉云，可说的却也不无道理。他视婉云为此生挚爱，可难道因为他喜欢，便要理所当然地坏了婉云的名声，让婉云只能嫁与他？未免太过自私。婉云天真烂漫，他却不能不想，不能继续这样了。他们之前日日相处，他也怕婉云将习惯当作爱情，那样对谁都不公平。下定决心，可所爱之人思之如狂，只能寄于眉，寄于掌中玉石，寄于笔端，不敢亲手相赠。崔雪晴便在这时出现，她善解人意道：你若有顾虑，不如由我来转赠。转赠后，崔雪晴又原封不动还给他，面带歉意：抱歉，婉云说她不喜欢。她不喜欢4个字，便叫他机遇身死魂消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本自以为傲的容貌，甚至都对婉云失去了吸引力。小姑娘天天叫嚣着要万花丛中过，却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。她不会花言巧语，不懂讨人欢心。如果连这副皮囊婉云都不再喜欢，她该怎么办？她做了一个违背君子之道的决定。什么公平不公平，她要先下手为强，把她的小姑娘留在身边。她还小，她看不清自己的心。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她会等。我听完谢清安的话，心中也难免郁闷，想去把崔雪晴揪出来骂一顿，可人家现在贵为皇妃，哪里是想骂就能骂的？说到底，还是怪我和谢清安都没长嘴，怎么对着越熟悉的人，越放不下所谓的自尊呢？在谢清安胸口画着圈圈，我闷闷道：那你成婚后躲着我，是不是也是怕我并不是真心喜欢你？谢清安将我的手拢入掌心，轻笑道：我的错，自以为聪明，却在这件事上走进了死胡同。我太怕亲口问你被你拒绝，那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。堂堂知州大人，天天死啊活啊的，也不怕人笑话，怕什么呢？谢清安揉了揉我的耳朵，眸光清亮。我为国为民为百姓，也为我心中所爱，说破天去也没人能笑得了我。行行行，我是说不过你。我撇撇嘴，又强调道：说好了，咱以后有任何事都要和对方讲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我只希望我们从此以后再无猜疑。谢清安抹挲着我的唇，低声重复：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气氛太好，弄得我鼻头莫名一酸。可还没感动多久呢，谢清安的手就不安分起来。我抓着他的手腕，无语道：谢大人，干嘛呢？谢清安温柔一笑：为时尚早，及时行乐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